大家好，我是张鑫，欢迎来到岁月安心站。在 Costco 厨具区工作多年，我常看到会员们在琳琅满目的不锈钢锅具前犹豫不决，很多人最后只凭价格或包装做选择，结果锅子用不了多久就出现黄斑、锈点，甚至煮汤时闻到隐约的铁腥味。等发现问题，往往已错过退换期，只能暗自吃亏。最让人担忧的是，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自家每天用的不锈钢锅究竟是什么材质。包装上印着304不锈钢，但内里是否真材实料，有没有可能掺杂了不该用的回收料？长期使用不仅影响锅具寿命，更可能让家人摄入不应有的重金属。那么，怎样才能辨别手中的锅是不是真正的304材质？光看包装远远不够，任何厂家都可以在盒子上印这几个字。今天我就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最实在、最管用的辨别方法，在这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。在开始之前，如果您觉得在理，请点亮订阅和小铃铛。您的一个小小动作，就是给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去为您挖掘更多这样的实用好信息。下面开始给你进入正题。第一个，也是最要紧的一步，就是去检查锅底有没有钢印标识，这是一个铁律。真正对自己产品有信心的厂家，用的是真正的304不锈钢，它一定会在锅底某个地方压上清晰的钢印。这个钢印的内容通常是 SUS 304 18%或者304 Stainless Steel， 你一定要分清楚，这个是钢印，是直接用机器在金属上压出来的凹凸痕迹，你用手摸能感觉到明显的凸起或凹陷，它不是一张贴纸，也不是后来印刷上去的墨水。为什么真正的304锅必须要有钢印？道理很简单，因为这很难造假。要想在不锈钢上压出清晰、持久的印记，需要专门的设备和不小的压力，这是生产环节的一部分。一旦压上去，这个标识就会伴随这个锅的一生。洗碗机怎么洗，钢丝球怎么擦，当然我们不建议用钢丝球，它都不会消失。这是一个品牌对自家产品质量最直接、最硬的承诺。所以，当你看到一个锅，包装盒上写的天花乱坠，什么高级304医用级不锈钢，但只要你在锅底找了一圈，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，或者只有一张能撕掉的标签贴纸，那我劝你 99% 的情况下可以放下它了，这大概率有问题。光看钢印还不够，我们还得上手感受一下，这就是的二个重点，掂量它的重量，观察它的厚度。真正的304不锈钢，因为里面含有价格比较贵的镍元素，它的密度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拿在手里会有一种扎实的、沉甸甸的分量感，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轻飘飘的像片铁皮。同时，一口好锅，为了让它受热均匀，不易变形，在锅底和锅身的用料上是有讲究的。一般来说，锅底的厚度至少应该在 0.5 毫米以上，好些的锅会做到 0.8 毫米，甚至更厚。你可以把锅子举起来，对着光，侧面看一看锅身的厚度，太薄的锅身甚至可能透光。还有一个土办法，用手指关节轻轻敲击一下锅身，真材实料，厚度足够的锅，发出的声音是沉稳、浑厚的咚咚声，而那种用料薄或者结构松散的锅，敲起来是那种空洞、清脆的锵锵声，感觉很不结实。以我家常用的26公分标准炒锅为例，如果是足料的304不锈钢，它的重量一般会在 1.2 公斤到 1.5 公斤这个范围。如果你拿到一个同尺寸的，一掂量还不到1公斤，那心里就要立刻拉响警报了，这要么是偷工减料用了薄板，要么材质根本就不是它宣称的304。第三个方法，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说过，但特别有意思，也很有参考价值，那就是用一块小磁铁来做测试。这里面的原理跟不锈钢的成分有关。真正的304不锈钢镍含量比较高，这种成分结构导致它呈现出奥氏体特性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几乎没有磁性，或者磁性非常非常弱。你拿一块家里冰箱贴那种磁铁去吸锅子的侧面或者内壁，应该是吸不住，或者即使能吸上，也是轻轻一碰就掉，毫无吸力。但是市面上常用来冒充304的201不锈钢，用锰代替部分镍，或者430不锈钢完全不含镍，它们的磁性就比较强，磁铁能啪一下牢牢吸在上面。不过这里有个地方要特别注意，现在很多锅为了能兼容电磁炉使用，会在锅底复合一层导磁的金属，比如430不锈钢，所以测试的时候磁铁吸住锅底是正常的，但锅身和锅壁依然应该是吸不住的。如果一块磁铁能从锅底到锅边，到处都能牢牢吸住，那这口锅肯定不是纯304材质的。以前我在卖场上班的时候，工装口袋里就常备一块小小的圆形磁铁，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会员，我就拿出来演示给他们看，真假立判，特别直观。除了这些咱们自己动手就能检验的方法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参考维度，就是看品牌和产地。在 Costco 的货架上，不锈钢锅具主要来自几个大品牌，比如美国的 Tramontina， 德国的 WMF， 当然还有 Costco 自家的王牌 Kirkland Signature。 这些品牌在国际市场上都拥有良好的声誉和长期的历史，他们非常重视品牌形象，在材质标注方面通常会严格遵守规范。如果出现标注不实的情况，可能带来的声誉影响和责任是非常重大的，因此品牌方通常会确保产品的合规性。特别是 Kirkland Signature 这个品牌，
作为 Costco 的自有品牌，其每款产品从设计到生产都遵循着一套严格的质量管控流程。如果品质出问题 ，Costco 会毫不犹豫地全球下架、召回，并且无条件给会员退款。所以他们对代工厂的要求是出了名的严格。像我家厨房里那套用了5-6年，依旧光亮如新的汤锅和炒锅，就是 Kirkland 的锅底的 SUS304 钢印，到现在都清清楚楚。说到产地 ，Costco 的锅具主要来自中国、台湾、泰国、巴西等地。这里我想帮大家破除一个迷思，不是所有中国制造都等于质量不好。现在全球很多顶级品牌都在中国设有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化工厂，只要它是品牌直营或严格监管的，生产出来的产品品质是很有保障的。当然，不可否认，中国制造的锅具质量确实层次不齐，一些小型工厂为了压缩成本，可能会在材料上做手脚。所以，如果你选择中国产的锅，认准上面提到的那几个知名品牌，并且结合我前面教的钢印、重量去检查，就基本能避开坑。台湾制的不锈钢锅这些年进步非常快，很多专做出口的厂家，工艺和品管都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，价格往往比纯进口的欧洲锅更实惠，性价比很高。而像 Tramontina 的锅，很多产自巴西，它是南美最大的厨具制造商，产品行销全球，品质非常稳定可靠，是经受了市场长期考验的。说到这里，我还得纠正一个常见的误解，很多人觉得不锈钢锅表面越亮，像镜子一样能照出人影，就代表质量越好。其实不然，抛光程度更多是外观工艺的选择，和材质本身是否高级没有必然联系。有些厂家为了第一眼吸引顾客，会把锅子抛得极亮，但这种过度抛光有时反而会损伤不锈钢表面那层天然的钝化保护膜，让锅子变得更娇气，更容易留下划痕，也增加了日后被腐蚀的风险。真正好的不锈钢锅，它的表面光泽是均匀、自然的，可能是细腻的拉丝雾面，也可能是柔和的亮光，但绝不会是那种刺眼的贼亮。挑选时，你还要仔细观察锅子表面有没有细小的沙眼、凹凸不平的点，或者焊接处是否光滑流畅，特别是几个关键的焊接部位：锅身和锅底的衔接处、锅身和手柄的连接处。这些地方如果焊接工艺粗糙，有缝隙或者疙疙瘩瘩，那不仅是容易藏污纳垢、滋生细菌，更是未来可能断裂或率先生锈的薄弱点。好了，掌握了这些火眼金睛的挑选技巧，接下来我就以我在 Costco 多年的经验，给大家推荐几款我个人认为非常值得入手，可以放心买的304不锈钢锅。首当其冲的必须是 Kirkland Signature 的那套10件组不锈钢锅具，这可以说是 Costco 锅具区的定海神针，常年都在那里。这套锅包含了从煮奶的小奶锅，到中型汤锅，到大汤锅，还有平底煎锅和炒锅，以及搭配的锅盖，基本上一个普通家庭日常烹饪所需的所有锅型都齐了。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实在，每一个锅，注意是每一个锅底都清晰地压着 SUS304 的钢印。它的结构设计也很实用，采用的是3层复合锅底，中间是导热的铝层，让热量能快速均匀地散布。上下包裹的都是304不锈钢，保证了接触食物的安全性和整体的耐用性。这样的锅不挑炉灶、煤气灶、电磁炉、电陶炉，甚至放进烤箱都没问题。它的手柄是和我前面提到的一样，和锅身是一体成型的，或者是非常牢固的焊接，没有用螺丝，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用久了手柄会松动脱落。这套锅具的价格，我记得通常在3000多到4000台币之间浮动，乍一看好像不便宜，但你算一笔账，10件锅，平均每件才300-400块，而且每一件都是实打实的304不锈钢，有 Costco 自家的品质背书，这个性价比在市面上真的很难找到对手。我自己结婚组建家庭时买的就是这套，用了快10年，每个锅子都还在兢兢业业的工作，没有任何变形、变色或异味的烦恼。我妈来我家用了之后，也立马去 Costco 搬了一套回家，现在成了她向邻居们炫耀的法宝，总是说女儿给她推荐的美国高级锅，其实啊，就是咱们靠谱的 Kirkland。第二款我想单独拎出来说的是 Tramontina 的单柄不锈钢炒锅，这款锅是单独售卖，不是套装。Tramontina 这个巴西百年品牌，在国际上口碑很好，它的品质和欧洲那些大牌可以说是不相上下，但价格却亲切多了。Costco 卖的这款炒锅，通常有28公分和30公分2种尺寸，锅底同样能找到清晰的 Tramontina 品牌标志和304钢印。我很喜欢它的设计，锅身比较深，容量大，特别适合咱们中国人喜欢翻炒的烹饪习惯，不用担心菜叶甩出去。而且它的锅底足够厚实，即使用大火爆炒，也不容易出现中心烧焦、四周还不热的尴尬情况。价格大概在1000到1500块之间。对于一个30公分的正品304不锈钢炒锅来说，这个价格非常公道。我自己最享受用它来做那些需要锅气的菜，比如炒牛河、辣子鸡丁，因为它导热又快又匀，能把食材的香味瞬间激发出来。和不粘锅、铁锅相比，不锈钢锅的保养简直太省心了。它不需要开锅，不用小心翼翼的怕涂层脱落，也不用担心像铁锅那样忘了擦干就生锈，用完洗干净，
擦干水分，收起来就好。你可能会说，不锈钢锅不是容易粘锅吗？其实只要掌握一点小技巧，完全可以避免。这个我后面会详细告诉你。第三款是给预算更充足、追求极致品质的朋友推荐的 WMF 的304不锈钢汤锅。WMF 是德国国宝级的厨具品牌，它的产品素来以精工制造和卓越品质闻名。Costco 偶尔会引进 WMF 的汤锅或单柄锅，价格确实比前面2个品牌要高，一个汤锅可能就要2-3千块。但如果你愿意投资，它绝对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。WMF 的锅用料非常扎实，锅壁的厚度明显感觉更厚，拿在手里的分量感十足，那种沉甸甸的质感就是高级的代名词。他家的锅底技术很有名，叫 Transderm， 是一种多层复合结构，据说能达到6层。这种设计使得锅底的蓄热性能特别好，简单说就是你不需要一直开大火，用中小火就能维持一个稳定而高效的加热状态，既节能又能让食物均匀受热，炖汤尤其出色。我记得以前有位开私房菜馆的老板来采购，一次性买了5个 WMF 的大汤锅，我好奇问他原因，他说之前用的普通不锈钢锅在商用高强度使用下，2-3年锅底就变形，受热不均了，很影响出菜品质。换成 WMF 后，用了5年多，性能依然稳定如初。虽然一开始投入高，但算上更长的使用寿命和更稳定的烹饪效果，长期来看反而更划算。所以，如果你是烹饪爱好者，或者家里开火频率极高，投资一口像 WMF 这样的好锅是非常值得的。介绍完值得买的，我必须也得把市面上那些常见的坑和黑心手法给大家揭露一下，让你们以后逛商场、网购时都能多留个心眼。第一种，也是最可恶的，就是用低价不锈钢冒充304，主要是201不锈钢和430不锈钢。201不锈钢为了降低成本，用锰代替了部分镍，它的耐腐蚀性比304差很多，容易生锈，而且长期使用可能有锰元素析出的风险，对神经系统不好。430不锈钢干脆不含镍，虽然防锈，但材质偏脆，韧性不足，不适合做需要承受冷热变化的锅具，而且遇到酸性食物也更容易被腐蚀。这2种材料成本比304低一大截，但外观上普通人极难分辨，很多无良商家就用它们来以次充好，谋取暴利。比以次充好更吓人的是使用来源不明的回收废料来制造锅具，这种回收料成分极其复杂，可能混合了工业废料、医疗废料中的不锈钢，里面含有的铅、镉、汞等重金属严重超标。用这种材料做出来的锅，外表经过处理可能一时看不出异常，但一经加热使用，有害物质就会慢慢迁移到食物里。这可不是危言耸听，我以前听说过真实的案例，一个家庭用了便宜买来的不锈钢锅半年，全家人陆续出现头晕、乏力的症状，一查血液重金属超标，最后溯源就是那口锅。所以买锅真的不能只看价格便宜，这背后可能是健康的代价。第二个陷阱是在厚度和重量上弄虚作假，包装上可能写着锅底厚度 0.8 毫米，但你实际测量可能只有 0.4 毫米。这种偷工减料的锅，首先就是受热不均，容易糊底，其次就是强度不够，一不小心磕碰就可能凹陷变形。更黑心的做法是，为了弥补重量上的轻飘感，在锅底夹层里灌铁砂、灌水泥，让你掂起来感觉沉甸甸的，误以为用料扎实。这种锅一旦经过长时间高温烧灼，内部的填充物受热膨胀，很可能把锅底撑裂，甚至在使用中突然破裂，非常危险。所以掂重量时也要结合手感，那种重量分布不自然、敲击声音沉闷异样的锅要警惕。第三个容易忽略的点是锅盖和配件的材质，有些锅组锅身是304不锈钢，但配的锅盖却是廉价的、不耐高温的玻璃，或者锅盖的边框、把手用的是预热、会释放有害物质的劣质塑料。真正良心的一套锅，它的锅盖应该也是304不锈钢材质，或者至少是耐热玻璃配上不锈钢包边，把手也应是金属或耐高温的硅胶等安全材料。我见过太多人只检查锅，忘了看锅盖，结果买回家第一次蒸东西，锅盖把手就融化了，或者玻璃锅盖直接在灶台上炸开。知道了怎么选，怎么避开坑。最后我再分享一些正确使用和保养不锈钢锅的小秘诀，能让你的好锅服役寿命更长，而且越用越好用。首先是新锅开锅，别以为不锈钢锅不用开锅，新锅买回来的一步是用洗洁精和温水里里外外彻底清洗一遍，去除出厂时的油脂和灰尘。然后接一锅清水，倒进1小杯白醋，煮沸后保持几分钟再倒掉。这个步骤可以帮助清除金属表面可能残留的细微杂质。最后再用清水煮开一次，倒掉，擦干，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大家最关心的不粘锅技巧，其实关键在于热锅、冷油和充分预热，千万不要锅还凉着就倒油下菜。正确方法是先把空锅放到炉子上，用中火加热。怎么判断锅够热了？有个很实用的水珠测试法，在锅里滴几滴水，如果水珠进去后不是立刻滋啦一声散开蒸发掉，而是能凝聚成一颗颗小水珠，在锅面上滚来滚去，像在滑冰一样，这时候就说明锅温足够了，立刻倒入食用油，
你会发现油很快就能形成一层均匀的油膜，这时再下食材就不容易粘了。记住，不锈钢锅导热好，一般家常炒菜中火就足够了，不需要一直开大火。关于清洗和保养，也有几点要注意。第一，不要把缸离火，滚烫的锅体直接拿到水龙头下，用冷水冲，热胀冷缩可能导致锅底变形，应该让锅子自然冷却几分钟，再用温水加中性清洁剂清洗。如果有食物沾底烧焦了，别用铁铲硬刮，可以先加水浸泡一会儿，或者加点小苏打粉加水煮开，胶质就很容易软化了。清洗时尽量避免使用钢丝球这类硬质清洁工具，它们会划伤不锈钢表面光滑的钝化层，用柔软的海绵或抹布就好。如果锅子用久了，外表因为火焰烧灼产生彩虹色的纹路，或者因为水质问题留下白色水垢，不用担心，这都不影响安全。彩虹纹可以用白醋擦一擦，水垢用柠檬酸溶液或白醋水浸泡后也很容易擦掉。锅底外侧烧黑的地方，可以用小苏打粉加一点水调成糊，附在上面过一会儿再擦，能有效去除大部分黑渍。最后，张鑫我想掏心窝子的跟大家总结一句，在锅具这种每天与食物亲密接触，关乎家人健康的事情上，真的不要贪图一时便宜。我知道现在钱不好赚，大家花钱都很谨慎，但咱们算一笔长远的账，一口好的304不锈钢锅，假设1500块，它能踏踏实实陪你10年甚至20年，平均下来一年才100多块，一天才几毛钱，它给你带来的是安心的烹饪、健康的饮食和长久的陪伴。但如果你为了省几百块，买了一口来路不明的劣质锅，用半年就出问题扔掉不说，更可怕的是，它可能在默默污染你的食物，影响家人的健康，到时候去看医生，调理身体的花费，可能够买几十口好锅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因小失大，得不偿失。所以，记住咱们今天在岁月安心站聊的这几个核心要点：一刃钢印 SUS304-188，二手电重量沉甸甸才踏实，三用磁铁式锅身吸不住，四选靠谱品牌 Kirkland、Tramontina、WMF 等，五不贪便宜货。希望大家以后再去 Costco 或者别的地方选购不锈钢锅时，都能心中有数，手上有招，为家人的餐桌添置真正安全、耐用、靠谱的好帮手。